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老麦。今天的视频啊，咱们来聊一个对于咱们中国人来说都比较沉重，而且呢，都是一般大家相对来说喜欢回避的问题啊，就是遗嘱如何安排自己的身后事儿。我觉得呢，可能是出于咱们本身华人的这种文化的原因吧。如何才能妥善的安排好身后事儿？这类话题其实聊起来呢，觉着有点不太吉利啊。所以啊，咱们的潜意识中呢，一直是处于一种回避的状态。但是啊，由于最近几年国内的房价一路飙涨，很多人的兜里呢也越来越有钱，所以啊，在老人去世之后，房子引起的这种经济纠纷，兄弟姐妹之间的反目成仇，为了争一套房子大打出手的事情呢，也经常能在新闻上看到。其实啊，这些问题的最本质的原因啊，就是因为对于遗产分配的问题。那在美国这边呢，也是由于中美的这个法律体系不太一样啊。那在父母去世之后，孩子对父母的遗产是没有自然继承权的。所以啊，为了避免之后不必要的麻烦呢，手里有点资产的美国人啊，都会立遗嘱，而且对这种事情呢不会回避。其实啊，它也是投资理财中的一环。那除了咱们之前说的这种遗产分配问题啊，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遗产税。所以啊，把自己的身后事安排好，也是对自己和对家庭的一个交代。那今天咱们的视频呢，咱们就来聊一聊这个比较沉重但又十分重要的话题啊。那由于篇幅的原因呢，我想把这个视频啊分为上下两集。今天呢，咱们就先说上集，就深入浅出的来说一说遗嘱。那在美国这边，如果要立一个具有法律效益的遗嘱，有什么事情是必须要做的？那在下一篇视频里呢，咱们再来聊一聊跟遗嘱息息相关的信托 trust 以及遗产税。遗嘱啊，顾名思义就是一种个人文件，它会非常明确地阐述，就是立遗嘱的这个人死后的遗产处理方式。那除了遗产的处理呢，如果子女未成年的话呢，遗嘱中也会写明未成年子女的监护人等内容。那遗嘱啊，在人的生前呢是不会生效的，只有死后才会生效。然后呢，就是遗嘱呢，其实是在生前是随时可以变化的。那随着时间改变，也许家里呢就会有一些变化。那立遗嘱的这个人呢，在生前都是可以随时对遗嘱进行修改的。那立遗嘱的好处非常多啊，那最大的好处呢，其实就是咱们之前说的，就是遗产的一个合理安排。那如果家庭里面的子女比较多，那父母立这种遗嘱呢，也很大程度上可以化解一部分的家庭矛盾和不必要的纠纷。当然了，有的家庭啊，在父母生前是不会把自己的遗嘱公布给自己的子女的，那一切呢都是等了100年之后，驾鹤西去之后啊，子女才能看到父母之前立下的遗嘱。其实啊，这也是对死者意愿的一种尊重。那如果一个人没有遗嘱的话，那他的财产啊就会由当地的法官来决定，相当于呢，法官对去世的人的资产呢进行审核，然后偿还掉去世人的所有的债务，再把剩余的资产进行分配。那这个过程呢叫 probate。美国这边呢，走这个司法流程的程序啊，时间非常长，不但花费特别高啊，而且呢，最终分配的结果，这个资产分配的结果呢，可能也不尽如人意。所以啊，大部分人都会选择尽量避免走这种法律程序。那说一个小趣闻啊，在美国这边，遗嘱其实不光写了比较大的财产，比如说房子啊、银行存款啊之类的，一些考虑比较周全的遗嘱呢，还会包括很多小的事情，比如葬礼的费用和买这个墓地的钱如何安排，都会写得清清楚楚。还有呢，就是自己的小猫小狗宠物应该交给谁来管理，汽车送给谁来开等等的一系列的小细节啊，都会明确的说明。那遗嘱的另一大好处呢，就是选择未成年孩子的监护人，这个也是应该必须考虑的一点啊。那如果立主人去世了，但是呢，他还有未成年的孩子需要监管，那在遗嘱中呢，也可以写明和指明监护人。那如果没有遗嘱，那跟咱们上面说法院对这个资产进行 probate 一样啊，那孩子呢也会被法院指派一个监护人，全权负责孩子所有的各项事务，这就其中包括了监护、抚养、教育以及财务，直到这个孩子成年。但是啊，还是那句话，这个监护人呢是由法院裁定的，很大程度上呢，他并不会选择最适合抚养孩子的那个人。那大家想想，其实这个也挺可怕的啊。所以立一个遗嘱是非常重要的。那咱们先说一说遗嘱应该怎么写啊？遗嘱里面呢有4个关键人物：立主人、执行人、受益人和监护人。
那在这里啊，我自己直接就写了一个假遗嘱啊，给大家看一看这里面基本上都有什么内容。那左边呢是英文原版，右边呢就有一些中文解释。那咱们呢上来就先写年月日啊，这是2020年11月1号，是立遗嘱的日期。第一段呢上来先声明，我米老鼠声明这是我的遗嘱，并且我将我之前所做的所有遗嘱作废。那第二段呢就是分遗产啊，这里面写的是呢，我将我所有的财产给我的妻子米妮，如果米妮在我之前去世，我将把所有的财产呢平分给我的2个孩子汤姆和杰瑞。如果有任何孩子在我之前去世，我会将他的那份遗产呢平分给他的孩子，也就是我个人的孙子和孙女。第三段呢就是指派监护人。如果我去世的时候孩子还未成年，而且呢我是他唯一的亲属，那我将指派我最好的朋友唐老鸭当我未成年孩子的监护人。那到了第4段啊，其实就是指派执行人了，遗嘱的执行人。这里面写的是呢，我将指派我的妻子米妮当做本遗嘱的执行人。如果米妮不能执行这个遗嘱呢，我将派我的孩子汤姆当本遗嘱的执行人。那第4段就写的是，在我死后，执行人啊将立刻执行该遗嘱。最后呢，还有一个签字，写米老鼠。这样啊，就是一个完整的遗嘱了。当然，实际的遗嘱啊，要比这个复杂的更多啊。如果有什么房子呀、资产之类的，则需要一个资产的清单，然后呢进行分配。那因为资产呢是不停的变化的，所以咱们之前说呢，遗嘱也是可以随时进行修改的。那最后我再讲一个我身边立遗嘱的事例啊。当时啊，我们买的一套出租房的隔壁呢，那个房子呢住着一个老奶奶。因为当时我们刚买的时候啊，那个老奶奶还在世，那个时候大概是2017年的时候。当时每当逢年过节呢，我们还会去老奶奶家坐一坐，跟她说说话。2019年的时候啊，夏天左右吧，我们得知呢，这个老奶奶已经去世了。老奶奶她一共有3个儿子，那其中一个儿子呢就住在这个附近啊，所以他呢就过来整理和收拾老奶奶这个曾经住的房子。当时啊，我也是在院子里割草，所以呢就遇到了他的这个儿子，聊了2句。我当时就问他，我说这个房子你打算怎么处理啊？他说呢，他要放在市场上把它卖掉，然后3兄弟平分这个钱。然后我就问他，我说那你为什么不直接接着出租呢？因为老奶奶这个房子其实是在60年代就买了，那这么多年过去了，其实贷款早就还清了。如果直接出租的话，真的可以坐地就赚很多钱，那比我们这种17年买的比较晚的人赚的钱要多了。他当时啊就跟我说，不行，这个房子必须要放在市场上卖掉，然后他们3兄弟平分这个钱，因为呢这个写在这个老奶奶的遗嘱里，而且他本人啊就是这个遗嘱的执行人，所以必须要严格的按照遗嘱来执行。那从那之后呢，我才知道遗嘱的功能啊原来是这么大。其实呢，我觉得这样也挺好的。是没错，你站在一个投资者的角度，如果这个房子原地出租呢，那肯定能赚很多钱啊。但是呢，认真执行这个老人的遗嘱呢，也是对老人最大的尊重。今天的话题我觉得可能稍微有点沉重啊，不过我个人觉得每一个人都会经历这一步，生老病死呢，这都是自然的规律。所以立遗嘱这个事情呢，也是个人理财的一环。特别是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，我们能不能给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点什么？有的时候这并不是钱和房子啊，有的时候这一份遗嘱呢，可能就会让家人啊、兄弟姐妹们更和谐的相处。那在下期视频里呢，我来跟大家聊一聊 trust 信托，还有啊就是遗产税，这个呢也是和遗嘱咱们这个话题息息相关的，欢迎大家持续关注。那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说的话呢，也欢迎大家在视频的下方给我们留言，也别忘了给我们来一个点赞、留言、分享，素质3连。谢谢大家的观看，咱们下期再见。